大小姐怎么还吃这东西？凤晴反问着，怎么这东西吃不得？小孩子才爱吃的。凤晴说道，我返老还童。有事吗？管家说道，大小姐，家主中午吃饭就吃得很少，晚餐家主又说不想吃。大小姐回来了，上楼去劝劝家主，多少都吃点吧。我妈没胃口。家主是说没胃口。有人来过吗？凤晴问道。家主的助理来过，他走后，家主就说不想吃晚饭了，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影响我妈的心情，导致她没有胃口吃饭。行，我上楼去看看，我妈在书房吧。管家应着家主是在书房里，交代大少奶奶回来了就上楼去见她。大小姐要不要给家主送饭菜上去？与大嫂有关吗？凤晴一下子就想到了她跟母亲提及凤若想要勾引大哥的事，难道凤若已经动手并且得手？那她的大哥也太容易被勾走了吧？你将饭菜准备好，我先上楼去看看，等下我妈想吃了，我再给她送饭菜上去。好。凤晴拿着和冰糖葫芦上楼去，很快就来到了母亲的书房门口。她腾出一只手敲着门，那边手拿着吃的，也不忘吃上一口。太甜，她觉得并不好吃，就是小时候看到别人吃，看到养兄吃，她没有的吃，总以为特别好吃。长大后她能挣钱了，又忙着工作，一直没有买过来吃。下午去了游乐场所玩，看到有这种一大团的买，他就买了一根尝尝味道。买了回来觉得不好吃，他也舍不得丢掉，毕竟是他儿时的一个奢想。妈，是我。凤晴开口说道，妈，我能进去吗？听到女儿的声音，凤家主说话了，进来吧，门没有锁。凤晴推门进去，一进去就闻到浓浓的烟草味，他皱眉，看到母亲靠坐在书桌内的黑色椅子上，右手还夹着一根烟在抽，书桌上地上散落了很多相片。他走过去，弯腰捡起了几张相片看，还没有看清楚，就听到母亲厉声呵斥他放下，吓得他手一松，那几张相片便从他手里滑落在地上。不要看，免得脏了你的眼睛。凤晴还是低头扫了两眼，看清楚是他大哥和凤若的亲热相片。凤晴心里腹诽着，凤若好速度呀，还有拍下这些相片的人也是厉害，这么劲爆的相片都能拍得清清楚楚的。也有可能是凤若故意没有关窗拉窗帘，想让人看好戏吧，偷偷摸摸的算什么报复，总要被所有人知道，对凤家来说才算得上是报复吗？妈，管家说你没有吃饭，怎么回事？我也没有吃饭，要不我陪妈一起吃饭。凤晴在母亲的对面坐下，坐下后又站起来递一串冰糖葫芦给母亲，说道，妈，我买了冰糖葫芦，给你一串，我只买了一团，也吃过了，就不分给妈了。凤家主看看冰糖葫芦，又看看女儿手里拿着的那团，是粉红色的，小女孩才喜欢的。她女儿20好几，快30岁的人了，还买这种吃，别人吃不吃她不管，她女儿可是凤家的少主，竟然你怎么买这些东西来吃？凤家主皱着眉问了和管家一样的问题。小时候看到别人有得吃，我羡慕，觉得肯定很好吃，长大后也不是经常能看到这种，故而一直没有买过来吃。下午去玩，看到有就买了。凤家主的心顿时揪成一团，他的女儿本是天之娇女，因为凤若亲爸所害，连小小的都没有吃过，只能羡慕别人。想到自己疼凤若疼了20几年，凤若睡了她的丈夫，如今还勾她的儿子报复她，凤家主对凤若的恨意更深。他接过了女儿递过来的冰糖葫芦，你觉得好吃吗？凤晴又咬了一口，咬得太大口，弄得嘴边和脸上都有了。凤家主抽了纸巾递给女儿，
说女儿看你吃成什么样子，像只花脸猫了，太甜了，不好吃。吃过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想着吃它，不好吃，扔了。花了钱买回来的又是儿时的念想，总要吃完它的，以后不买便是。凤家主无语至极，妈，吃串冰糖葫芦，等会儿咱们再下楼吃饭。看女儿吃一口又咬一口冰糖葫芦，凤家主眼里满是温情，他心情忽然好转。凤若如何，他气什么？凤若又不是他的女儿，凤晴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只要凤晴好好的就行。这样想着，凤家主便试探性的咬了一口冰糖葫芦。妈吃过这些东西吗？吃过，不过不是外面卖的，是我大姐亲手做给我和妹妹吃。凤晴美眸闪烁几下，说道：我大姨还会做冰糖葫芦呀。你大姨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懂。我很小的时候，你外公外婆就去世了，我和你小姨都是你大姨带大的。她工作再忙，也不会忽略我们，对我们关心的很，长姐如母，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的。凤家主谈起长姐时，神色变得温和。凤晴看着母亲的神色，都不敢相信母亲当年能够狠心地害死养大她的长姐。就是她结婚生子太晚，高龄产妇，孕期也坚持工作，生完孩子后也没有休息好，管着一个家族，管着庞大的凤氏集团。那时候的凤氏还处于巅峰时期，她是真的很忙很忙，劳累过度，身体就差了。生完你小表姐后，她的身体虚弱得厉害，我姐夫心疼她，要她休息，为此夫妻俩还经常吵架。为了让你大姨能休息好，我开始帮着你大姨做事，代替她去处理公司的事，处理家族的事。后来你大姨他们意外地走了，你两个表姐又被保姆带走，不知所踪。妈派人去找他们，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，才会以为他们不在人世了。你小姨受不了打击，精神错乱，也出了意外走了。这个家族的重担就落到妈妈的肩膀上。凤晴很少听到母亲提起大姨和小姨的事，此刻听到母亲提及，看母亲的表情错综复杂。她很想问母亲，大姨和小姨的死是不是母亲一手造成的？话到嘴边，她还是咽了回去，没有问出口。就算问了，母亲也不会告诉她的，还会因此生她的气，怪她这个亲生女儿都不相信她。妈，有大姨和小姨的相片吗？凤晴咬着冰糖葫芦吃，装着好奇地问道。妈说海玲和大姨有点像，但我没有看到过大姨的相片，不知道能有多像。海玲只是外孙女，外孙女跟外婆能有多像？凤家主沉默了良久后，说到以前有相片的，但是经过了几十年后，那些相片都坏掉，看不清楚了，妈只好将那些相片扔掉。现在妈这里也没有他们的相片了。海玲母子俩跟你大姨是有点像，海玲应该是像她妈，她妈小时候就跟我大姐长得很像的。商太太是既像爸又像妈，从商太太身上我倒是看到了我姐姐的影子，他们的言行举止、行事作风，甚至说话的声音都像。如果我大姐活着，商太太如今就坐在妈这个位置上了。若是她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可能咱们凤氏集团还能维持在巅峰时代吧。妈始终不如你大姨和她的女儿。凤家主承认自己能力这方面是不如长姐，也不如她的大外甥女商太太。小外甥女就不说了，已经早亡，留下2个女儿，虽说都不俗，有多大的能耐还看不出来。阿晴，你大哥他还真的和凤若在一起。凤家主转移了话题，不想再提起姐妹们，那会让他心情复杂。他既思念着姐妹，特别是想起以前的岁月，他就会格外的想起姐姐和妹妹，但他又害怕自己害死了姐妹，还留有证据在别人的手里。万一真让商太太他们找到了证据，
不说商太太他们找他算账，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，都接受不了他这样的母亲，会离他而去。他泯灭人性，杀姐害妹，抢来的家主之位，就会重新回到长姐那一脉。如果兜兜转转回到原点，他死都不能瞑目。他死了肯定不好过，父母姐妹全都在地府里等着他算账，他死后可能要下18层地狱吧。他手里沾了太多的人命。凤若的动作还真快。凤晴说了句：“妈，这些相片我让助理去调查，他拍到的。”凤晴想再次捡起相片来看。凤家主说你还没有结婚，就不要看那些相片了，没得污了你的眼睛。我都快30岁的人了，看看也无妨。不过等我吃完我的和冰糖葫芦再看吧，免得吐了。妈，我刚才扫了2眼，相片拍得这么清楚，是不是凤若故意敞开窗，方便别人偷拍？我觉得他可能猜到妈会去调查他，就故意让妈的人能拍得清楚。真正偷情的人都会捂得严严密密的，凤若想来是故意的，因为他要报复。如果捂得严严密密的，妈就不会知道。凤家主冷冷的道，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他做出这种事情，我就饶不了他。你爸对他也放不下。凤家主恨恨的道，我没想到凤若会是这样的人，枉我疼了他20几年，我就一个女儿，以前不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，所以觉得他各方面都不像我，我也没有多想，对他疼爱至极，倾尽心血去培养他，他的表现总不尽人意。我以为是你爸的基因不好，导致我生的女儿没有凤家女的精明能干，谁知道她是个假的，当初就该将她赶走，不该再留她在凤家的。妈，错了。凤家主承认自己的决定错了。凤晴说道，妈那样做也是情有可原的，怎么说都养了20几年，母女之情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抹掉的。阿晴，妈这2年表面对你都不好，你怨过妈吗？凤晴吃了大半的，吃的脸上又成了花猫。凤家主忍不住笑道，你就不能吃的斯文点？瞧瞧你又成了个花脸猫，被外面的人看到了，又不知道传出什么笑话呢。多少人都瞧不起凤晴这个真正的凤家少主，原因是凤晴在乡下长大的，大家都说她就算是凤家的真千金，也是个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。平时出席宴会，凤晴又是个只顾着吃喝的货，偶尔会跟相识的老总们聊上一会儿，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吃吃喝喝。晚礼服的款式也很普通，跟那些打小就在豪门里长大的真正豪门千金一比，凤晴的确就是个乡巴佬。在妈面前我不用装，我知道妈是为了让我早点上手，才会表面上对我严厉，老是骂我没用，我从来不怨妈。凤家主欣慰的道，不愧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没有相处过，一回来都能理解她的用意，这才是血脉相连的默契吧。凤家主再次抽了纸巾递给凤晴，让凤晴擦擦脸。谢谢妈。妈，你饿吗？我下楼给你端些饭菜上来，或者下楼去，咱们母女俩一起用餐。凤家主吃了一颗糖葫芦后说道，等会儿你给妈送点饭菜上来吧，妈不想下楼。妈不要生气，为了不相干的人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得。凤家主沉默良久后叹口气，阿晴，你没有经历过爱情，也未为人母，无法体会到妈对这件事的失望及愤怒的。妈也想不受影响，可是妈做不到。妈就是生气，就是受到了影响。他们一个是妈曾经是若掌上明珠的养女，一个是妈怀胎10月所生的儿子，还有你爸。妈承认对你爸其实没有多少感情，当初也是到了结婚的年纪，需要生个继承人，妈才会招了你爸上门。但是几十年夫妻，在儿孙满堂的年纪了，让我抓到了他出轨，妈哪能不生气？从凤若和郑华那事之后，凤家主一下子就像苍老了10几岁似的，
以前保养的极好的她，看上去都不像70岁的老人，像50几岁一样。如今看她像是80岁的老太太了。凤晴不接话了。父母的婚姻，她不好说什么。你爸还说我心里有人，我心里有人，但我没有出轨过，那都是过去式。谁没有过去啊？你爸在上门之前，身边的女人就没有断过，那不是他的过去。上门后，我都没有跟他翻过旧账。他好意思说我心里有人？凤晴闪烁着美眸，妈，你心里的那个男人肯定很优秀吧？是很优秀，比你爸优秀100倍。妈过2天出远门要去见的故人，就是妈心里的那个他。几10年不见了，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我。可能他不记得了，也有可能我化成灰他都能记得。如果谈感情，他肯定不记得他，他心里眼里只有长姐。如果论仇恨，他化成灰他都会记得的。凤家主都觉得他还活着，活得好好的，就是对他的仇恨支撑着他。咚咚，敲门声响起，家主大少奶奶回来了。是管家在书房外敲门，他告诉凤家主大少奶奶回来了。凤家主便对女儿说道：“阿晴，你先出去，还没有吃饭的话，下楼去吃饭。妈没有叫你进来，你就别进来。妈，你注意身体，别气坏了。”凤晴出去之前还不忘关心老母亲几句。她那一大团的吃的还有一小团，冰糖葫芦还有2颗果子。她在书房门口看到了大嫂，大嫂，她叫了大嫂一声。大少奶奶看到她拿在手上吃的东西，像管家一样，忍不住说道：“阿晴，你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，还买这东西来吃？你侄儿女都很少吃这些东西，想吃让厨师帮你自制冰糖葫芦，干净卫生，也可以自己弄，没必要在外面买。”凤晴笑笑说道：“我就是下午出去玩，看到很多人买，凑热闹买了尝尝味道，下次不买了。大嫂，妈叫你进去，你快进去吧，别让妈久等了。”大少奶奶嗯着，抬脚就要进去，又顿住脚步，拉住要离开的凤晴，小声问着：“阿晴，妈找我做什么？”在凤家大宅就没有人不怕婆婆的，大少奶奶也不例外。虽说婆婆对他们这些儿媳妇还算可以，并不是恶婆婆，但是婆婆是一家之主，不怒而威，她在婆婆面前往往大气都不敢喘。莫名的被婆婆叫进书房，大少奶奶的心就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婆婆找自己做什么。送孩子上学回来后，听到管家说婆婆找她，大少奶奶就将这几天自己做过的事剖了一遍，确定自己没有做过出格的事，但还是提心吊胆。凤晴小声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妈很生气的样子，地上散落了很多相片，我想看看，妈不让我捡起来看，说会脏了我的眼。大嫂，你进去捡来看看，是什么相片，等会儿告诉我。凤晴一副很八卦，很想知道的样子。大少奶奶的心悬得更高了。相片？是谁的相片？大嫂，快进去，别让妈久等了。凤晴小声催促了一声，便走了。凤大少奶奶深吸几口气，是福是祸躲不过去，进去就进去吧。婆婆再厉害，还能吃了她不成？大少奶奶进去了，一进去果真看到书桌前的地上散落着很多相片，她那个威严的婆婆坐在书桌内，手上拿着一串冰糖葫芦在吃。大少奶奶有点意外，没想到威严的婆婆居然会吃小孩子爱吃的冰糖葫芦，想来是小姑子给的吧。凤家主也不管长媳是什么反应，她吃完了最后一只果子，便吩咐着儿媳妇地上的相片都捡起来。是，妈。凤大少奶奶连忙走过去，挽着的包先放在一张椅子上，然后蹲下身去捡拾着地上的相片。她不敢看相片的，但在捡拾的过程中，
她不可避免地看到了那些相片的内容，不看还好，一看她的脸都变了，那怒火呀，瞬间就烧起来。这些相片竟然都是她丈夫郑一帆和另一个小姑子凤若的。哦，凤若已经不是她的小姑子，那就是个贱人，早就被婆婆赶出凤家大宅的了。妈，大少奶奶气得眼睛都红了，她将那些相片都置在了书桌上。妈，你看看一帆和那个贱人，他们竟然……大少奶奶都说不下去，她没想到丈夫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，在外面找情人，被婆婆教训后就断了。她也跟丈夫说，只要丈夫收心，回归家庭，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，她可以原谅丈夫的出轨，主要是她不甘心让出凤家大少奶奶这个位置给其他女人。以前闹离婚不过是借此来威胁丈夫，逼着丈夫和外面的贱人断了而已。儿女都这么大了，又处于学习紧张的阶段，她不能让夫妻感情影响到儿女。真要离婚，也要等所有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再离。你的丈夫在外面做了什么，你这个做老婆的都不知道呀。凤家主沉声说道。大少奶奶顿时委屈起来，妈，我在公司里又没有职位，偶尔去公司，一帆还说我会打扰到他工作，不让我去公司。以前妈也说我们在家里当好少奶奶，相夫教子就行，公司的事不用我们管。夫妻俩就算在一起，他要偷腥，都还能找到机会，更不要说我和一帆不是时刻在一起的。我以为一帆被妈教训过了，会改正过来，哪想到他竟然和那个贱人搞合在一起。我都警告过他了，他还是……妈，肯定是那个贱人勾引一帆的。一帆兄弟几个向来疼爱他，后来知道他不是他们的亲妹妹后，对他明显有点不一样。只是我想着他们当了20几年的兄妹，不愿意多想。那个贱人以前爱慕的又是乔少，看到一帆那么宠着那贱人，我心里不舒服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主要是公婆对凤若那个贱人始终宠爱有加，对凤若比对凤晴要好太多。他们嫁入凤家当少奶奶，都知道要看婆婆的脸色行事，婆婆都对凤若那么好，就算她心里不舒服，明面上还得讨好凤若呢。行了，凤家主打断了儿媳妇的话，这件事怨不得你，是妈以前太宠着凤若了，在这栋大宅里，所有人都看着她的脸色行事，有错也先是她这个当家人的错。大少奶奶小声说道，妈是不知道凤若是假的，才会那样宠着凤若的。我也是当妈的人了，也只有一个女儿，我也格外的疼爱我的女儿。孩子都送回学校了。凤家主问起孙辈的情况，他对孙儿女还是很不错的。在凤晴被找回来时，初看凤晴认为凤晴是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他还想过培养孙女的。凤家就是这样，当家主没有女儿的时候，就会培养孙女儿，都不会让家主之位落到旁系的手里。都回学校了，孩子们的成绩怎么样？大少奶奶迟疑了一下后，达到中等8。凤家主看着儿媳妇，大少奶奶吓到，赶紧解释他们成绩是不怎么样，不过头脑都很灵活的，不是笨的人。你老公出轨了，妈站在你这一边，你要怎么做怎么闹，妈都站你。凤家主又回到了儿子出轨的话题上，孙辈有好几个了，但是个个成绩都不怎么样，就连他曾经想过培养的长孙女儿都不行。或许这就是历代家主拼命都要拼一个女儿的原因吧。儿子同样是他们的后代，也有孙女儿，可就是那么怪，儿子们各方面表现就是不如女儿，孙女儿也很难培养成才的。谢谢妈，有婆婆撑腰，大少奶奶就不怕了。她对婆婆说道，妈，我现在就去找一帆，把她找回来。妈，凤若怎么处置？
凤家主反问他：“你觉得呢？”大少奶奶想都不想就说到强行送走他。他长着腿还会回来的。再说了，他如今对我们是恨之入骨，只要他还活着，总会想着报复我们。妈，我觉得……他朝婆婆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，意思是干掉凤若，那样才能一劳永逸。凤家主沉吟片刻后说道：“杀人要偿命的，没必要为了个贱人搭上你自己的下半生。想想你的儿女，若是你成了杀人犯，他们怎么办？”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在凤大少奶奶的头上，大少奶奶立即吸了杀气。是呀，他还有儿女，不能为了凤若这个贱人搭上下半生，也会连累自己的儿女，太不值得了。通知凤若的亲妈和亲哥哥们过来，让他们把凤若带回去，跟他们说，如果不看牢凤若，休怪我们无情了。是。凤家主挥挥手，示意儿媳妇可以出去了。大少奶奶抄起了那叠相片，转身走出了书房。一出书房，她立即气势汹汹地下楼去。大嫂，天都黑了，你要去哪里？凤晴刚端着一个托盘上楼，托盘上放着她给母亲准备的饭菜。找你大哥算账去，你大哥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大少奶奶边走边回应着凤晴，她气势汹汹的走路特别快，转眼间便穿过了大厅，走出了主屋。很快，凤晴便听到了外面传来了汽车开动的声响，她大嫂还真的出去了。凤晴将饭菜送上楼给母亲后，找了个借口溜了，然后匆匆的出门去追她的大嫂，不怕大嫂气急之下做出什么事，是担心大哥和凤若联手，大嫂吃了亏。半路上，凤晴就接到了方瑶的电话：“大小姐，你去哪里？”是方瑶知道了凤晴出门，打电话问她要去哪里。我大嫂去捉奸，我怕我大嫂会吃亏，跟着去帮帮忙。方瑶低笑：“大小姐不是去看戏的，看戏是看戏，也是帮我大嫂。这么热闹的事，我挺想参与的，你就别过来了，我妈的助理在附近。”方瑶温声说道：“既然有前辈在，那我就不过去了。大小姐小心点，别让自己受伤。放心吧，打架我还是挺在行的。”方瑶低笑：“大小姐是没有遇到真正的高手，遇到了真正的练家子，人家一招就能将大小姐放倒。我在开车，不和你说了。”被自家全能助理戳破他能打的假象后，凤晴借口在开车，挂了方瑶的电话。姑嫂俩一前一后到达明流院的。凤大少奶奶到了明流院，就像无头苍蝇似的，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人。她气冲冲地出来，没有问清楚丈夫买的房子在几栋几楼。明流院小区那么大，她该去哪里找人？在凤大少奶奶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人时，她的手机响了起来。从包里拿出手机，一看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。凤大少奶奶有点迟疑，不过还是接听了电话。大少爷在 B 栋16楼1603室。凤大少奶奶都还没有听出对方的声音，对方就挂断了电话。知道他是谁，知道他来做什么的。凤大少奶奶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人，就是婆婆身边那位总是不动声色却很厉害的男助理。有了目的地，凤大少奶奶立即找到 B 栋，坐着电梯上了16楼，找到了1603室。她深吸几口气后，便按响了门铃。好一会儿才听到凤若的声音传出来：“谁呀？”凤大少奶奶不说话，依旧在按着门铃。是二哥还是三哥？又忘记带钥匙了吗？讨厌，每次都忘记带钥匙，还要人家出来开门。凤若边说着边走过来开门。在屋门口的凤大少奶奶听到她说的话，震惊了。好啊，她的2个小叔子都知道，而且还经常来这里。她想到了一个肮脏的可能，凤若是要报复凤家的，会不会勾了郑一帆兄弟3个？凤大少奶奶当即就在妯娌群里发信息，让自己的2个妯娌赶紧来。
名流苑小区的 B 栋1603室。发完了群信息，凤若就开了门。谁呀？大嫂，是你呀？你怎么会来我这里？凤大少奶奶一言不发，直接一记大耳光刮过去，啪一声响，凤若的脸上就印上了鲜明的手指印，她被打的嘴角都流血了。凤大少奶奶还不解恨，抡起自己的包就朝凤若不停地拍打，边打边骂着凤若下贱，贱人不要脸。凤若也不甘示弱，姑嫂俩人扭打成一团。两个人打闹的动静太大，又因为是周日的晚上，大家都在家里，左邻右舍全都出来看个究竟。看到姑嫂俩在打架，他们也不敢上前拉架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凤大少奶奶拍打着凤若时，还去撕扯凤若身上那套性感的睡衣，边撕边骂着贱人勾引我老公，我撕了你不要脸贱人。众人才弄清楚情况，原来是原配抓小三的。好事者立即拿出手机拍视频。你们在做什么？刚洗完澡出来的郑一帆出来听到动静，赶紧出来看，便看到两个女人打得难分难舍的。他大喝一声，上前去一脚踹开了骑坐在凤若身上的妻子。凤大少奶奶没有防备，遭到了老公的一脚踹，被踹得跌倒在地上，被踹得也很痛。凤若趁机去揪拉着凤大少奶奶的头发，然后左右开弓，啪啪声响。凤大少奶奶只觉得两边脸生痛，眼冒金星。丈夫帮着贱人，更让她生气。她拼了命的用头狠狠地撞在凤若身上，哪怕被凤若扯着头发，凤若被她撞得松开了手。凤大少奶奶再次翻身骑坐在凤若身上，两手迅速而死死地掐在凤若的脖子上，她要掐死这个贱人。郑一帆又是一脚踹来，凤大少奶奶也不松手，生生承受着丈夫一脚又一脚。你放开他，你要掐死他了。郑一帆改而用手去拉扯着妻子，凤若被凤大少奶奶掐着脖子，喘不过气来，拼命挣扎。郑一帆也是拼了命地拉扯妻子，凤大少奶奶一边手被他拉开，凤若才得以喘息。郑一帆用力地拉开了妻子，将妻子拖进屋里去，对凤若叫喊着：“阿若，你快走！”凤若从地上爬站起来，不走，而是冲进屋里去，也掐住了凤大少奶奶的脖子。凤大少奶奶被自己的丈夫拉住，再被凤若掐住脖子，根本就反抗不了。刚找到这里来的凤琴看到的便是这一幕，她来不及多想，赶紧冲进屋里去，冲到凤若的身后，就是往凤若后脖子狠狠地劈。凤若的身子软倒在地，被他劈晕了。凤琴又是一巴掌抽到大哥的脸上去。郑一帆被亲妹妹一巴掌打得回过神来，赶紧松开了妻子。凤大少奶奶瘫倒在地上，她的心凉透了。结婚10几年，儿女都生了几个，她的枕边人，她的丈夫竟然帮着小三。她掐凤若的脖子时，丈夫拼命地救凤若，当角色调换时，丈夫却死死地拉着她，由着凤若发狠地掐着她的脖子。如果不是凤琴及时赶到，她今晚就死在这对狗男女的手里了。这样的丈夫还留着过年吗？凤大少奶奶忽然就想开了，她不想闹了，她要离婚，跟郑一帆离婚，以后郑一帆要和谁在一起与她无关了。凤大少奶奶这个身份谁要谁拿去，她要活命，她要活着。大哥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凤琴冷冷地骂着大哥，你差点害死了大嫂，你和这个女人在这里做了什么？以为家里都不知道？凤琴弯腰捡，拿起大嫂的包，从里面拿出了一叠相片，狠狠地砸在郑一帆的身上，然后拉起了大嫂，对大嫂说道：“大嫂，我们回去吧，这对贱人留给妈处置。”阿晴，郑一帆捡起相片一看，脸色都变了。他抬头看，妹妹已经拉着妻子走了。郑一帆不敢久留，
赶紧回房里换过了衣服，匆匆地跑出来，看到被凤晴劈晕的凤若，郑一帆狠心撇下他不管了，连屋门都没有关，围观的左邻右舍，最后还是一位邻居帮着凤若关上了屋门。戏结束了，围观的左邻右舍各自回屋，谁知道隔天他们就收到了一个消息，昨晚被原配捉奸的小三半夜跳楼了。16楼呀，16楼那么高，跳下去哪还有活命？听说120救护车赶到时，那个小三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，摔得头破血流，当场身亡的。然后小三的母亲和2个哥哥哭天喊地地冲下楼去，大家都在传，是小三的母亲和2个哥哥接到了原配的电话，知道他们的女儿做了丢人现眼的事，连夜从老家赶来，半夜到的。然后母子3人轮番指责那个小三，可能是被原配找上门暴打了一顿，被那么多人看了个笑话，也有可能是被母亲和哥哥们指责。当小三的那个女人承受不住压力，一时想不开就跳楼自杀吧。名流院小区的住户们收到的消息就是这样，警察来了也是初步定性为跳楼自杀。很快又有新的消息被爆出来，这个当小三的女人呀，竟然是凤氏集团当家人的养女凤若。凤家亲生女儿出生后就被管家调换的事，整个江城的人都知道的。在凤家亲生女儿回来后，那个曾经被当成接班人培养的凤若，依旧很得宠，也没有离开凤家，而是留在凤家当了2小姐。虽说不能再当接班人，但有着凤家2小姐的身份，也是吃穿不愁，有着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啊。怎么忽然就沦落为别人婚姻里的第三者了？包养凤2小姐的男人是谁？名流院小区的住户们就不知道了。凤家主终究还是帮着儿子，尽最大的努力保留郑一帆的颜面。反正凤若死了，凤若的确是跳楼自杀的。她被亲妈和亲哥哥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跟他们没有感情的她，就跟他们吵得很凶。2个亲哥哥说要把她带回老家去，然后给她安排一个男人嫁了，让她以后好好的过日子，说她本就是普通人的命，不过是他们的父亲做了手脚，她才能在凤家当了20几年的千金小姐。如今人家亲生女儿已经回到了身边，她这个养女还赖着不走，只会吃亏。凤若哪肯回老家，更不想被亲哥哥随便安排嫁了。她原本是想拿跳楼来威胁亲人的，结果失手失足就坠楼死了。